你以为外企撤离中国只是换个地方做生意？不，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逃亡潮，是用脚投票的绝望呐喊。数字比任何喊话都刺耳。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，今年上半年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暴跌 15.2%。这不仅仅是账面上的缩水，而是无数跨国公司关掉工厂、打包行李、拍屁股走人的真实写照。北京一位财经博主冷冷地说：“你能看到的知名品牌正在排队离开中国。”注意，他说的是排队，而且是有组织、逐步的撤离，像是早已商量好的集体撤退计划，一波又一波。有人还安慰自己，外企走了，说明我们本土品牌崛起了。醒醒吧！如果真是竞争力胜出，为什么连星巴克、麦当劳这种不靠技术、只卖体验和文化的消费品牌都在收缩？这不是胜利，而是市场恶性内卷的副产品，一种拿刀子捅自己，顺便吓跑外人的疯狂玩法。看看咖啡市场，星巴克曾经是白领社交圣地，35元一杯是身份标签。如今，瑞幸用9.9元疯狂补贴，蜜雪冰城直接靠1元冰咖啡搅局，还有饿了么的免费兑换券，让人喝得像打的鸡血。这种不看品质，只看价格的战争，让外企彻底没法活。一个星巴克店长说的直白，不是我们不想拼，是国内竞争规则变成了烧钱比谁先死，我们死得更快而已。更可怕的是，外资的离开不只是撤走资本，更会带走一整套高标准。过去20年，很多行业的食品安全、生产工艺、售后服务标准都是外企硬性要求下建立起来的。一旦他们撤走，谁还能保证不倒退？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系统性流失。2025年以来，外资企业撤退名单越来越长。三菱汽车销量崩盘，彻底退出中国生产线。TOTO 关闭上海、北京2家工厂，直接收缩战线。IBM、微软、亚马逊 AI 研发中心一裁再裁，撤到连影子都快没了。上汽大众关闭南京工厂，合资车企的辉煌彻底翻篇。宜家、松下、佳能早早把供应链搬去东南亚，如今影响还在发酵。这些退出就像一个个刺眼的红灯，提醒着市场，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。数据更是冷冰冰地证实了这种溃败。2021年第一季，中国吸引外资1072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。短短3年后，2024年全年只剩186亿美元，缩水90%，创下1998年以来最低。2025年第一季 ，FDI 净额仅147亿美元，比上一季再砍一半，等于告诉世界，投资中国还得三思。问题是，北京方面并不是没做努力，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，简化审批，承诺公平竞争，听上去一套又一套。然而，投资者更关心的是现实：地缘政治风险、政策摇摆、经济增速下滑、数据安全法压顶。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，政策礼包再甜也没用。这波外资撤离潮像极了一个病人，不肯承认自己病了，还拼命化妆，结果妆越化越吓人。如果趋势不变，下一个被吓跑的不只是外企，还可能是整条产业链、整座城市，甚至整片经济版图。外资离开中国，不只是工厂关门、商标撤牌那么简单。真正致命的是，一旦资本撤走，信心也跟着消失。资本市场的残酷逻辑是，一旦出现逃跑的信号，剩下的人会跑得更快。还记得2022年，苹果把部分 iPhone 生产线搬到印度吗？那时候还有人说，只是分散风险。但短短2年，富士康、和硕、伟创这些苹果供应链巨头已经在印度、越南投下数十亿美元，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。
曾经中国制造业最骄傲的苹果产业链，正在别的国家复制粘贴。而这种转移是不可逆的，生产线搬走了，订单、就业、税收也一起消失。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数据，每100亿美元制造业投资，可直接带动约10万就业岗位。换句话说，外资撤走的不是几个 logo， 而是一座座城市赖以生存的血管。恶性循环正在形成，外资撤，就业减少，消费萎缩，本土企业利润下滑，更多企业倒闭，市场信心下降，外资进一步撤离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州。曾经，这里外企密度全国第一，光是工业园区就聚集了6000多家外资企业。但从2022年开始，东芝、三星、日立、飞利浦、索尼相继关厂。根据苏州市政府2024年的统计数据，外资制造业投资额同比下降了57%，就业岗位减少近12万。曾经灯火辉煌的工业园区，如今有大片厂房空置，门口连招聘广告都撤了。更隐蔽的伤害是产业链断血，外企不仅自己投资，还会把全球上下游供应商带进来。一旦核心企业撤走，这些供应商也会跟着跑。比如三菱汽车退出，不只是关掉一个工厂，还直接让数十家零部件供应商失去订单。很多小厂称不过半年就关门，整个区域的制造业生态就此崩塌。更何况，中国当前经济已经承受多重压力。GDP 增速2024年全年增速仅 3.4%，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第2低值，仅高于疫情爆发那年。青年失业率官方数据在2025年6月恢复公布后显示，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高达 21.7%， 真实情况可能更高。债务危机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估算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突破70万亿人民币，占 GDP 比例接近 60%。人民币贬值，2025年7月底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8.2 关口，创下近17年新低，资本外流压力巨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外资撤离更像是在这座大厦的承重墙上掏了个洞，一旦裂缝扩散，整个结构都有可能坍塌。政策的焦虑已经藏不住了。2025年5月，中国国务院出台所谓史上最宽松外资优惠政策，承诺外企可享受最长10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、土地使用费5折、自由利润汇出等条件。但尴尬的是，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，超过 60% 的会员企业仍然不考虑扩大在华投资。他们的理由很一致，制度风险不可控，法律政策随时可能变脸。更致命的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商业环境的信任崩塌。欧盟商会在2025年最新报告中写道，中国不再是外资的默认目的地，而只是可选项之一。这句话等于宣告了中国独一无二吸引力的神话破产。未来的图景不乐观，甚至可以说是灰暗的。制造业空心化速度加快，高端制造环节被东南亚和印度蚕食，失业潮扩大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继续下滑。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疲软，因为外资撤离带走的不仅是工厂，还有稳定的就业和购房需求。人才流出加剧，越来越多高端技术人才选择去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日本寻找机会。曾经，中国是世界资本的必争之地，外企蜂拥而至，带来工厂、技术、管理经验和就业机会。今天，这个故事正在反转，他们用撤退告诉世界，风险超过了机会。而最可怕的是，等到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点时，剩下的将是一片冷清的厂房、空荡的商场，以及一个失去信心的市场。